说实在的，我记不住这个开始关于艺术最早的记忆，记忆最深的是这个大饥荒，这也可能决定了后来我和我弟弟一起合作嘛，所以我们的这种艺术呢，更多的和社会和人生有些关系吧。您现在看到的这位正在说话的人，名字叫做高深，中国著名的当代艺术家啊。一般呢，艺术圈子的人呢，很少直呼他的名字，都把他叫做高氏兄弟，因为呢，他跟他的六弟高强啊，两个人呢，经常在一起创作，所以呢，是一个创作组合。所以反而这个高深这个名字啊，很少被人知道啊。这高深这个名字啊，在艺术圈的范围之外啊，知道的人并不多。但是我给您放几部他的作品，您就对他有所了解了啊。大家看一下这部作品呢，叫做《抓小姐》啊。当时公布的时候，立刻就引起了轰动啊。这一部呢，叫做这个枪毙基督啊，一个基督在前面手无寸铁的站着啊，后面有6个毛泽东拿枪啊，准备枪毙他啊。然后第7个毛泽东呢，拿着枪在后面反思呢啊，不愿意枪毙他啊。还有这一部分呢，就叫忏悔的毛泽东。毛泽东跪在地上，有点像秦桧啊。大家可以看到了，高深创作的这作品都很反动啊。你想想，毛主席那是伟大领袖啊，结果他让毛主席跪在地上进行忏悔，还让毛主席拿枪枪毙基督，是吧？所以高深这些年啊，他的作品呢，在海外影响很大，在国内呢，经常被当作有问题的艺术家上了黑名单嘛啊。就是这位高深呢，前几天他被中共突然给抓起来了。事情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高深呢，在2年前的时候，他已经移民到美国的纽约了啊，但是他国内还有工作室。所以在2个月之前呢，他带着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回国探亲。结果呢，他这买了9月3号啊，从北京经日本呢回纽约的机票。我们已经订了去日本东京，从东京回纽约的机票，因为儿子这个上学时间快到了。我们其实很想去的，就是上次我们通话时就想过去一趟，恐怕这次不行。我们希望能有个机会，至少明年安排过去一趟。结果在8月26号这一天，高深呢在燕郊的工作室门口突然来了一大批警察啊，就把他们的工作室团团围住啊。当时正好有送外卖的到这来啊，就连忙给他进去通风报信，说外面全是警察。没过一会儿，这30多名警察一拥而进呐。进去之后呢，就把高深和他的妻子给分开了。据说当时高深呢非常不配合啊，但不配合也没办法呀。警察很快就把高深呢押送到了河北省三河市的看守所。据说理由是这个侵害英烈名誉罪。8月31号这一天这警察呢又跑到了798，北京著名的798艺术区啊，那个地方呢，高氏兄弟也有一个工作室啊，到那里去取证。那个工作室里据说还有一些关于这个老毛的雕像吗？他们到那儿去拍照取证，看起来呢是准备把高深呢办成这个侮辱老毛的这样的一个英烈的这个罪名啊。9月3号这一天这个高深的妻子和女儿因为事先已经买好了返回纽约的机票他们呢就准备乘飞机先离开中国。虽然她自己的丈夫已经被抓起来了但他们我估计也感觉到国内不安全。结果没想到这母女2个人在机场的时候也被拦了下来，不让他们出境，理由呢是说他们危害了国家安全。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在海内外的舆论界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高深呢是一个艺术家所以很多人联名签名要求中国政府释放高深。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高深的故事高深呢，他出生在1956年，他是山东人他出生在一个多子女的家庭，他家里头有6兄弟他跟他自己的5弟之间呢是双胞胎。他呢第6个弟弟呢叫高强，他们那个高氏兄弟组合是他跟6弟高强之间的组合据他自己讲，他出生之后不久，那不就赶上了中国的大饥馑时代嘛？所以那个大饥馑时代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然后很快就到了文革时期文革期间发生了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的父亲的去世。他父亲呢原本是工厂里的一个小职员，结果呢在1968年的时候就被工厂里头把他隔离审查。这隔离审查一去他父亲就再也没回来。25天之后呢，这工作组就给他们家发了一个通知，说他父亲呢是反革命罪畏罪自杀。这件事情对高深影响非常大。
他一直觉得他父亲啊，如果当时在审查期间能够遇到他，跟他说上话，他父亲可能就不会死，因为他当时啊只有10几岁的年龄，他认为他父亲的死啊是跟他有关，他自己心里的非常内疚。文革结束的1979年啊，当时全国各地不都在平反吗？当时已经23岁的高升啊，就带着一家的重托到北京去上访，就给他父亲呢自杀啊和去世啊讨一个说法。当时啊，他们家在北京还算有点关系啊，因为他的姑姑啊在国务院的内务部工作啊。到了北京之后，他说当时最高人民检察院前面接待信访的地方啊，他说是个窝棚。当时许多全国各地的人都到这个地方来上访啊，那在北京也没有地方住啊，就在那个地方席地而睡。有的人在这个地方几年的时间，有关部门都没见到，连材料都没有递进去。但是因为他们家呢还算有点关系啊，材料是递进去了。但是据说啊，那工作人员跟他讲，他说也没什么大用，就给了他把他的上访材料批复给了山东省的信访办，让他山东省的信访办去跟他沟通。同时呢，又给了他一张免费的火车票，让他回到济南去了。他从北京坐火车回济南的路上的时候，他就说，火车上坐的全是到北京上访的。那些上访的人呢，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有的人面黄肌瘦，有的人说到了北京之后连人都没见到。你就可见啊，文革刚刚结束那个时期啊，整个全社会啊所面对的那样一种境况。据高深自己讲啊，他走上艺术道路啊，是因为他小的时候就看到啊，那个时候画画呢是很令人羡慕的啊。在我们那个年代，实际上是学艺术也意味着去接受一种洗脑吧，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图像的资料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全是这个官方那种红光亮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自然也是这个比什么工农兵画报啊，或者工农兵形象选呢，还有那个连环画去临摹。那么1972年的时候，他就正式拜师啊，他跟他家里头有点关系的一个人叫张登堂。这张登堂后来做了济南画院的院长啊，是齐白石的再传弟子，就跟他学习中国画。后来呢，他考上了山东省工艺美术学校啊，在那个地方学中国画。毕业之后呢，就在济南画院做了专职画家。就是那种工作呢，对普通人来说，还是让人感觉羡慕的工作嘛。因为一个城市像我们的济南市画院，也就是10几个画家，因为我是最年轻的一个啊，因为当时老先生对我还挺看好，在那方面发展。但是啊，随着这个80年代这个改革开放啊，整个全社会啊，这个社会风气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就是那个时候大家都在反思，文艺界呢有伤痕文学，在艺术界呢也开始接受很多西方来的各种各样的艺术思潮。这种艺术思潮带来的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开阔了中国这些艺术家的或者说艺术创作者的眼界。但是这个期间呢，自己的思想就产生变化了，因为你的人生和阅读都会影响你的这个创作思路。慢慢的感觉那种官方那种画院体制呢，很不适合自己，因为那个体制直到现在还是为官方官僚服务的这么一种设置，所以你的所有的画展都要先省市长、书记他们先去检查，然后首肯，然后所有的这个展览基本上都是按照那个官方的庆典来捧场。但是这些东西呢，和我的那个思想已经格格不入了，所以后来慢慢的就脱离这个系统。那么由此呢，就诞生了中国艺术界啊非常著名的一个85新潮运动。这85新潮的创始人中间有一个人叫立宪庭，这立宪庭啊，当时是一个文艺批评家啊，他把很多西方的现代艺术啊的理念呢介绍到了中国。在中国由此啊形成了一波影响社会很大的这样一个艺术改造运动啊。你像崔健，其实也有人把它归结为85新潮运动中间的一个分子，因为86年开始啊，崔健就创作了《一无所有》嘛。那么高氏兄弟啊，这两个人呢，当时也受整个这个85新潮的影响啊，他们呢也开始做了很多艺术方面的探索。那么到了89年的时候啊。在北京搞了一届中国现代艺术大展，这个中国现代艺术大展啊，就集合了当时中国很多现代艺术界的创作者。这高氏兄弟呢也报了名，
据说他们自己回忆啊，当时一开始啊，他们想搞什么呢？他说想搞用那种充气装置，用充气装置来创作。他想创作什么呢？就是用那个避孕套啊、安全套啊，然后呢充上氢气之后做成一个蘑菇云，然后悬浮在整个这个艺术大展里面啊。然后呢还想用这样的一个充气装置啊，做成什么中山装的那个样子啊，用报纸做成一个衣服啊，套在身上啊，也悬浮在这个展厅里头。后来啊，就是人家主办方不同意，就认为啊，你悬浮在这个展厅里啊，对这个整个展厅啊影响非常大，就把他这几个方案都否决了。最后这个高斯兄弟改来改去，最后呢创作了一个作品呢，叫《子夜的弥撒》。这个《子夜的弥撒》呢，也是一个充气装置，就充气气球啊。这个呢是一个女性的乳房和男性的性器官组合在一起啊，充气充在一起，放在了整个中国现代艺术展的就在一进门口的位置啊。这件作品啊，当时参展之后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啊。有的人认为这不男不女是吧？这是成何体统啊？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这充满了一种先锋的批判精神。因为高深啊自己后来解释为什么创造这个作品呢？只是用这个性符号呢来隐喻一种当时的一种过度膨胀的一种文化热，我就感觉这很多的东西呢都像包括现实都是在一个皮囊之内，就是都感觉是看起来很宏大很壮观，但是也是感觉一戳就破了这么一种幻觉。据他们自己讲，这件艺术品呢，当时在参展的时候，很多人都在这儿来写评语，就整个关于这件艺术品的这种评语啊，就超过了整个那一届中国现代艺术展中间其他评语的总和。应该说啊，那个时代啊，还是一个思想蓬勃开放的时代啊。就在那次的现代艺术展中间，那艺术家不有一个肖鲁吗？还在那个艺术展中间对着自己的镜子打了一枪，是吧？他把这个也当作是一种现代艺术的形式啊。打完一枪之后他就跑了，后来就公安把他抓起来之后，就把他给拘留了几天啊。那么这个中国现代艺术展呢，从1989年的2月一直开到了1989年的4月，中间2次被停展。其中有一次停展呢，就是因为肖鲁开枪嘛，就引起了很大的骚动啊。到4月份的时候，这个现代艺术展结束，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个艺术家施本明，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他是美院的，他当时也参加这个展览。他告诉我们说，有一个街街酒吧的老板想请大家去喝酒庆祝现代艺术展。后来我们去了之后，发现几乎100多个艺术家都叫去了。都去了之后呢，紧接着我们发现，他目的并不是仅仅是为了庆祝现代艺术展，因为大家都知道，1989年4月的时候啊，在北京发生了什么？发生了6·4天安门运动啊！当然那个时候还没到6·4啊，大家开始纪念胡耀邦，学生开始掀起了风起云涌的跟政府之间的示威游行活动嘛。所以这个施本明啊，就在现场呢，希望这些艺术家能够签名支持这些学生。所以很快当时发生了一个选择的这种分裂啊，大多数人都撤退了。不是简单的，所以大多数人都撤退了。然后可能我印象中在签名中只留下了10几个人吧。你当时我是签名的。你也签名了？我可能当时我印象中老厉是唯一一个批评家签名的。老厉签完了我签的，然后我兄弟签的，然后有10几个人签。大多数都回避了。因为谁都不想沾着麻烦。高强事后啊解释啊，他为什么要签名啊？现代艺术展让我们那一代艺术家出了个风头，因为在那儿第一次你去接受那种外媒的那种各大新闻媒体的采访，也出了个风头。但是突然发现我们只是一个小圈子在自我陶醉，发现还有一些人在做比我们更有意义的关注一个整体的一个国家未来动向的这么一个大事。对我来说呢，我们觉得一个人经历一个时代，经历一个时间，你必须做出自己正确的选择，正好是十字口，做出正确的选择。也许你会出门，有可能会出事儿，
但是当时我还是本能的选择就签名。但另外一方面呢，他的弟弟高强啊，事后呢在中国美术报上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他说这篇文章里头啊，他们兄弟两个强烈的有这样一种感受，就是这些现代艺术家啊，在艺术作品上来讲，都是那种放荡不羁的，都是那种愤世嫉俗的，都是那种非常暴力的、非常越界的。但是呢，在现实生活中啊，在面对政治表达的时候呢，这些人呢又特别胆小怕事。这种胆小怕事啊，跟他这艺术作品之间的愤世嫉俗啊，形成了一种非常鲜明的反差。所以啊，这个高氏兄弟啊就觉得这种反差本身呢，就说明了这个群体本身的不正常，而他们呢愿意啊直接通过自己的表达来对这些学生的支持。所以他们当时在那个89艺术大展之后的那个活动中间签了自己的名字。但是这个签名啊，很快呢就获得了外媒的报道，就发表到了报纸上，于是也给他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麻烦。我印象中回到山东，有朋友就是他这种宣传部下属的杂志的那个朋友，就告诉我们，他说你们都，他说省委宣传部开会了，你们的上回没带了。在89年之后呢，他就回到了济南啊，有几年啊，据他自己讲，有了创作的苦闷期。所以对我们来说触动也特别大。大的是觉得艺术真的是有时候无足轻重，因为有时候它可能让你感觉是你可以在一个圈子内表达一种东西来让自己获得一点虚名，但是对我们的确是感觉很虚妄，那个荣誉变得很虚妄了。所以呢，有那么几年的时间，他开始关注现实主义的题材，他用复印机啊作为这个创作的主体啊，就把整个马克思主义啊，那样的一种思潮，然后到89之后啊，整个共产党啊进行改革啊，通过用经济的手段来收买整个社会，全社会出现了一种就不太关心政治，充满了一种拜金主义的思潮啊。他通过他的艺术创作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1996年，他还创作了一个作品呢，叫《大十字架》，是吧？当时影响也比较大啊。2000年的时候啊，他创作了一个这个行为艺术啊，叫做拥抱乌托邦。他搞了150个男女之间的志愿者啊，就在黄河边上，大家呢就是先是手拉手，然后互相拥抱20分钟。这个作品呢影响非常大。后来啊，他这个作品呢在海外的多次会展过程中间呢都重复进行过。那当时威尼斯的双年展也邀请他去啊，结果呢，中国政府不给他发签证啊，于是呢他就把这个东西还改造了一下。恰恰互联网在这时候帮助了我们。有了网络之后，我们通过网络一种方式，把我们的这个拥抱的这个观念和这个行为传播出去。因为最早我们在网络上做了一个，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多社交平台，只有电邮，我们做了一个 email 传递站，就是希望接到了它，再传给另外的人。尽管是比较原始的一个方式，当时反应非常好，是这个电子邮件一直在传。但是2000年之后啊，这个高氏兄弟的创作啊，就面对了很多现实主义的题材啊，尤其是在2010年前后啊，他创作了很多啊，就跟现实主义题材关系非常大的作品。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始啊这几幅啊，你比如说这个抓小姐这一幅啊，这一幅据高深讲呢，它来源于一幅新闻图片。这个新闻图片大家都看到啊，是当时啊说是几个警察去抓小姐，这个小姐啊，大家可以看一下，3个人拎着小姐的2个腿，是吧？一个手就往前走啊。结果呢，因为这个女孩子啊穿着是红裙子，衣不遮体啊，那红裙子下面露出了白色的底裤。这幅作品呢，就让他觉得非常受触动啊，于是就根据这个照片，他创作了抓小姐系列中间最著名的一幅雕像。当然，事后有人说啊，这个新闻图片是错的啊，就是那个当时那几个人不是去抓小姐，是有一个女的自杀的过程中，那几个保安呐，然后去营救她啊。但不管怎么说啊，那个高深的这个作品呢，它本身有社会寓意，因为那个时代啊，本身警察抓小姐啊，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这个社会存在。所以他说，艺术本身呢，又不一定完全是真实的嘛。所以那幅作品创作出来之后啊，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但是这个作品呢，同样也是因为禁忌，几次被
被这个让撤出，甚至最后还被偷走，也发生了很多这种事件，成为一个争议性作品。有一个拷贝曾经在我们书上咖啡门口放过，其实是临时性的放，因为在这之前在强美术馆展出完了，然后放在门口，当时实际上是有藏家对它感兴趣嘛，但是第二天发现这个雕塑没有了，后来知道是被798物业呢，他们担忧这个作品找麻烦，所以半夜派人把它搬走了。这种事只能在中国发生，这特别我们也能理解他的这个心理，因为对他来说这个事惹了事儿，他们也有责任，但是你总得打个招呼。高深自己讲，他说你看抓小姐这个作品呢，背后意味着什么？他说你知道，这共产党自己的官员实际上在性的方面是有特权的，但是呢，他要对这个社会中间，通过自己的身体去出卖性资源的这个小姐呢，进行一种权力的恫吓。这样的一种逻辑啊，在这部作品过程中间呢，展现的是淋漓尽致。紧接着呢，创作的这个就枪毙基督啊，我觉得是蛮深刻的啊。这枪毙基督大家可以看了，这基督手无寸铁啊，身材非常消瘦啊，前面有6个毛泽东，每个人手中都拿着一杆枪，对他准备进行枪决。这毛泽东身材呢就比较魁梧啊，也比较肥硕啊。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他还有第7个毛泽东。这第7个毛泽东呢没有参与枪毙，而是站在了那6个毛泽东的身后啊，自己拿着枪，好像是在苦思。其实这幅作品，我认为啊，怎么说呢，就蛮有人性的光辉的啊。就是说，文革这样的一个时代啊，所充满的那样一种暴力，摧毁人类的所有的信仰。但是呢，这个作品呢，实际上他可能是在问毛泽东，也问所有执行毛泽东那种政策的那一个群体，就是面对当时那种非常残暴的政策，他们自己的内心可能有过那么一丝反思，就是人性的那种呼唤，就是这样一种屠杀，这样的一种灭绝本身是不是对呢？我不知道毛泽东到底有没有思考过啊，但是艺术家用这种形式创作出来的作品是真的还是蛮令人震撼的。这些作品呢出来之后都给他带来了一些麻烦啊，除了像前面那些小姐被抓之后被偷所以这些作品他这些年来，他要么呢是在参展过程中被禁止，要么呢就是兄弟2个受到各种各样的跟踪。他自己在那个798的那个工作室门前呢，常年都有警察坐在那个地方，所以他们成为了常年被这个共产党上了黑名单的人，属于反动艺人嘛。据高深自己讲呢，2022年，也就是在疫情比较严重的时期他就到了美国。那您到纽约一段时间了，有没有打算在纽约就长期住下去呢？这个现在还不好说，因为我有一本绿卡已经10年多了吧，已经换了更新了10年绿卡。其实对我来说呢，我并不愿意离开中国出来，因为对我呢，我是觉得自己的生存经历和关注的问题，重要的议题都是在中国，而且是年龄也到了那种不愿意离开家的这个地步。但是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这个现实是一种你都不能做长期打算的这么一个现实，尤其是这些年大家都感受到这种自文革之后这种变化正在往回走。其实在这一点呢，我的判断我还是有判断的，但是真的到来之后，还是让人感觉有点这个茫然，因为大家都希望能变得好一点，所以这个问题呢，也决定了我们在纽约待多久。如果回去什么也不能做，而且上可能还有这种安全性的担忧，所以你就不可能马上回去。我以往实际上来纽约都待不了太久，1-2个月，最多待半年就走了。但是这一次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去，是否
此生还能回去我都不知道。我想啊，这个高升呢，没有想到他可能回到中国会有危险，所以啊，在疫情结束的2024年的这7月份啊，他就带着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回国内去探亲。没想到的是，这次回国啊，就直接被中共给扣下了。但是啊，中共抓捕高升这件事情呢，应该说比较蹊跷啊，因为抓捕他的理由呢叫侵害英烈名誉罪。这个罪名呢，最早呢是在2018年的时候搞了一个英烈保护法，然后2020年和2021年的时候，刑法呢又做了修订，就规定你侵害名誉罪啊，如果是性质比较严重的话，可以判处有期徒刑3年以下。但问题是，高升所有的这些在共产党看来，这有可能侮辱老毛的这些艺术作品呢，都是在这个法律之前就创作出来的。比如说他那个枪毙基督是吧？那是2009年的作品。他那毛小姐那是2010年的作品，这抓小姐呢是2012年的作品。那所有这些作品呢，都是在这些法律颁布之前他创作的。那按照法治的原则，大家都知道啊，那法律是不能够溯及既往的。你在这个法律制定之前，那我又不知道有这个法律，对吧？那我凭什么要为你后来制定的法律来负责呢？所以，如果按照法治的原则的话啊，这些作品肯定是不能按照这个法条来治罪的。更何况，你说老毛是侵犯英烈，你要说黄继光、邱少云、刘胡兰是英烈，咱大家都知道啊。老毛这个纵欲而死的人，你现在你也把他当作刘胡兰，面对那敌人慷慨就义的人，也把他当作烈士，这个其实也是不太合适。但是不管怎么说，现在中共实际上就是准备用这个法律来收拾高升。其实道理啊也并不复杂啊，因为老毛啊，实际上不仅仅代表着老毛，它是代表着共产党的整个的这种意识形态的象征，代表着中共的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代表着整个共产党的权力的传承。你其实恶搞老毛，你把老毛身上搞成乳房，跪在地上，然后还忏悔，你以为你侮辱的仅仅是老毛吗？肯定不是啊，你是在侮辱整个共产党的这个统治的合法性啊，你侮辱的是整个老毛身上所赋予的共产党身上那种权利啊。而这种权利不仅仅老毛身上有，今天的所有的共产党不依然如此吗？并没有变化吗？所以啊，其实维护老毛就是维护今天的共产党的统治。那你高升，你在恶搞老毛，你恶搞解构老毛身上的那样一种权力体系，那其实共产党收拾他就是有十足的理由。如果放任这些艺术家通过这种方式来解构共产党的权力体系的话，那民众在这个过程中间也会逐渐的觉醒啊。所以收拾这些艺术家，就是要维护自己在思想上的统一认识，不允许在面对共产党过去、现在和将来整个的这样的一种统治这个理念，不允许，就这个理念都只能有一种解释，不允许有第二种解释。因为艺术本身呢，其实对人的这种思想的冲击是非常强的。就拿那个抓小姐那个艺术作品来讲，很少有人看到这个作品之后不会反思，就是共产党的这样一种权力体系啊，对女性、对性交易者、对这个社会过程中间的那样一种直截了当的那种侵害性的那样一种践踏，因为它的视觉冲击力真的是非常非常强。所以为什么共产党对艺术创作从来都是控制非常严的？为什么有文化部啊？因为毛泽东就曾经讲过，他说通过小说来反党，这是一大发明，是吧？就是这个东西啊，这个力量非常强大，所以要通过文化部，要通过宣传部来控制所有的这些笔杆子的人，所有这艺术家创作的这样的一种平台。如果不控制的话，那整个这个过程中间就都有可能解体，大厦就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崩塌。所以啊，尽管这样的一个侵害英烈名誉罪这么勉强，但是啊，现在可以看到啊，就高升这件事情啊，可能未来呢也是凶多吉少。但有一点我还想说一下，高升事件也说明啊，就高升当年曾经想讲的艺术家在中国的这个创作土壤中间那种控制和反控制的那样的一种张力的土壤，应该说已经渐渐远去了。那个土壤啊，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2010年之后，但是现在一切都不存在了。
那么留给这样的艺术家啊，可能最终的宿命，可能就是流亡，离开中国这样一个地方。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其实我能理解那些恐惧、害怕、回避的，我也害怕，但是有时候自己更害怕自己良知这块，更害怕自己说谎。